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富集酱肉的创始人付红。今天来到这里啊，不是给大家带来酱肉，而是带来我们北京人家喻户晓的、几乎人人爱吃的炸酱面中的炸酱——肉丁炸酱。这个肉丁，我们是采用的这个五花肉，肥瘦相间，非常好。把这个肥肉跟瘦肉分开，然后把肥肉切条变丁，先放在盆里，咱们待用。下面把这块瘦肉呢，也改成同样大小的丁，中间偏一下。这瘦肉要顺丝切啊，条切好，改成肉丁。把瘦肉丁同样放在碗里。大葱浑身都是宝，这个葱两种香味儿同时来支持这个酱的香味儿，一种是熟葱，一种是生葱。炸葱油呢，一般来讲用大葱的葱根、葱叶就可以了。今天呢，我告诉大家一个窍门，就是洋葱，它有特殊的香气，还有微微的甜味儿，让我们这个酱的质感会非常的强烈。葱白的作用就是生葱的作用，葱心儿不要，因为葱心儿啊略辛略辣，我们拿掉它。切葱的时候一定要茄丝切，断筋切，咀嚼的时候啊不会塞牙。下面我们把这个葱白啊给它斩成末，剁一下，让它细一点。下面呢，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了，卸酱。今天为什么我们要用3种酱呢？因为这3种酱各有不同的特点。干黄酱呢，它本身比较干，要经过研磨，然后卸才能达到效果。我们用花雕酒，一般家庭呢，咱们都是用白水，但是白水做完的酱呢，第一是不香，第二呢，它有略略的这个豆腥味儿，所以呢，用花雕酒把这个微微的豆味儿给它去掉，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一个方向，千万不要来回的走，这样呢，打出的酱会很有劲儿。为了呢让它更好的滋润呢，今天我们又加入了湿黄酱。这个过程呢，我们还要加一些花雕。大家看，现在这个酱已经比较润了，但是呢，黄酱有一个问题呢，过于粗糙，不够细腻，而且呢，味道比较咸。这时候我们加一定比例的甜面酱，10分酱里边有3分的比例是甜面酱。看，现在立刻这个酱就比较细腻了。再倒一些花雕酒，使这个3种酱完美的融合到一起，形成我们今天要炸的底酱。蟹酱完成了，我们要把刚才切好的肉丁进行煸制。开火，锅呢差不多已经热了，倒一点花生油，把刚才切好的肥肉丁下去。油不用太热，因为热了以后肥肉丁会马上糊掉。用小火慢慢的把肥肉当中的油脂给煸出来，这种动物油跟花生油的香混合到一起是非常诱人的。下面呢，我们把煸好的肥肉丁给捞出来，切好的瘦肉丁也放入锅中进行翻炒，但是时间不宜过长。盛出来，咱们准备一会儿用。炸葱油这个过程呢，油要多一些。把刚才我们切好的葱叶和洋葱、葱根细数的倒在这个锅里，这时候火一定要小，太大了以后它马上糊了，它会有苦味儿。等一会儿呢，
炸到金黄色的时候，这些葱就可以捞出来了。那么我们的葱油呢，也就炼成了。我们马上进入下酱的环节。3种酱同时下，火一定要小，立刻就沸腾起来了。我们按照一个方向进行搅拌，慢慢的搅拌。为了给它增加一些味道，让酱更亮泽，加入呢一些冰糖。大约10分钟左右，我们把刚才拿出的这个肥肉丁给下下去。刚才由于咱们拿花雕酒调过这个底酱，所以味道呢我们还要加一些，适当的加一点咸盐，再加一些白砂糖。为了呈现它最好的枣红色呀，我们稍微搁一点老抽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把刚才的瘦肉丁加到酱锅里。瘦肉丁过早的搁在这个酱锅里以后啊，经过熬制，它会发柴，所以说这时候放入酱锅里，一会儿出锅的时候，它的这种口感是恰到好处。炸这个酱啊，我们最少要熬制45分钟，让所有的油脂全部浸入这个酱当中。所以到最后啊，咱们这个酱放在凉的地方也不会汪白油。实际上啊，我原来炸酱的时候用方肉的这个肉丁啊，效果会更好。最后一步环节啊，我们管它叫倒炝锅，就是刚才我们用切好的葱白，最后泼在酱上，让它猛地起出这种葱香，这种鲜葱的香味儿。这个香味儿是在这个酱中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。葱香味儿刹那间充斥了整盘的酱。关火，这锅酱就炸制完成了。现在咱们给它盛入盆中，哎，油汪汪、亮晶晶，好看又好吃。这个酱啊，不光是能吃炸酱面，其他呢也都可以拌米饭、馒头，还有各种蔬菜。这个酱咱们凉着吃也一点都不腻。